2022年2月25日，5名潜水员在水下工作的时候，不慎被海底输油管道吸入，最后只有一人勉强逃脱。然而，尽管这名幸存者不停地重复着“快回去救他们”这句话，但岸上的人无意展开行动，并且没有人向他咨询其余遇难者的线索。涉事公司更是阻止任何救援尝试，硬是拖到最后，直接去打捞尸体。而诡异的是，当面对遇难者家属的质疑，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那么，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。克里斯托弗·布德拉姆就是那唯一的幸存者。他从20多岁开始就尝试深海潜水，拥有专业潜水教练的认证。后来他受雇于一家叫做 LMCS 的公司，该公司拥有大量的海洋和陆地设备，主要是为海上工程服务，其中还包括石油和相关资源泄露的控制与清理工作。而服务对象基本都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、天然气等政府和私营部门，一直从事海洋领域的焊接、维修等工作。而这工作一做就是10多年。事发当天，也就是2022年的2月25日凌晨4点，克里斯托弗已经起床，他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的吃早餐、做锻炼。大约在早上5点30分，他便出发前往工作地点帕里亚。这是一家燃料贸易公司，与 LMCS 签订了长期合同，主要负责日常维护他们家的输油管道。克里斯托弗和另外4名同事聚到一起之后，便开始更换潜水服，等待发放工作许可证。很快，帕里亚的工作人员出现了，对方简单概述了任务及其注意事项，然后把许可证交给了他们。今天这5名潜水员的任务就是进入高压氧舱并进行维护工作。就这样，他们依次登上了驳船，前往6号泊位的36号海上立管。这是一个鱼形管道，深度约为16米，长度约为365米，两头都是对着海平面的。克里斯托弗和3名同事率先潜入水中，游到了高压氧舱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这个高压舱是由一个类似于大的桶状覆盖物倒置在海平面上形成的。驳船上有一个空气软管穿过舱室的顶部进入，随着气体不断的加压，舱内的水平面逐渐下降，使得加压舱空间变大，这更利于他们作业。而今天的工作就是拔出塞子，更换管道。很快工作就开始了，克里斯托弗成功的拔出了塞子。然而接下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由于管道内的气压和高压舱严重不对等，形成了压力差，导致空气直接进入管子里面，而舱室里面的水位开始不断的上升，迅速的灌满了水。几名潜水员试着游出去，可舱室里面的水已经泛滥不止。此时的他们就像是处在风暴中心一样，不停的在里面打转。紧接着，克里斯托弗明显感到自己被吸进了管道，他下意识地阻止这一切，但水流的速度至少在每小时80英里，根本就无力招架。他只能屏住呼吸，死死地捂住脑袋。但很快他有些体力不支了，喘不上气。同行的5个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吸入了管道。据他回忆，由于屏住呼吸的时间太长，他的胸口开始收紧，心跳减慢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迟缓。这个时候他意识到，这或许就是自己的结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事情有了转机，克里斯托弗被水冲了出去，他非常的恐慌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。而实际上，克里斯托弗掉进了管道里面的气血，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溶解在原油里面的部分空气。不管怎么样，人在里面至少是能够正常呼吸了。只可惜这个时候的克里斯托弗全身已经受伤了，但他也不得不在直径70多厘米的管道中艰难前行，拖拉推拽无所不用其极。终于在管道里面挣扎了大概10分钟后，克里斯托弗清楚地听到了同事的尖叫与呼喊声，他也赶紧出声回应。此时同事卡奇姆大声喊着：“我也在里面，我是卡奇姆，有人吗？”克里斯托弗很高兴，看来自己和同事离得并不远，于是设法爬到卡奇姆附近。可惜事与愿违，那里一片漆黑，他什么都看不见，甚至都无法推测出卡奇姆的大概位置，只能边爬边呼唤着对方。然而卡奇姆的声音听上去不妙，他在哭，而且已经动弹不得了。随后5个人在碰到后，他们决定在管道里面形成人形链条。克里斯托弗的脚放在了卡奇姆的腋窝下面，他在最前面负责拉，而另外一个同事在卡奇姆的后面推着他，在中间的卡奇姆则需要尽力的保持手臂闭合，以此类推。这5个人慢慢的沿着管道移动，每隔5分钟就会休息一下。幸运的是，这一路他们互相搀扶，走对了方向。可是除了漆黑一片之外，他们浑身是油，每一次尝试睁眼，眼睛就像是被火灼烧着，火辣辣的疼。另外，喉咙耳朵也像是在燃烧一样，每动一下，身体就会很痛。然而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，人形链条的移动速度实在是太过缓慢，在海里求生时间本来就倍加珍贵，而且这个时候他们的氧气也不够了。于是处在队伍最前面的克里斯托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脱离队伍，
独自去前面侦查开路。因为再这么耗下去，毋庸置疑，他们所有人都会死在大海的管道里面。接下来，克里斯托弗移动了大概5米左右，意外的找到了一个潜水气瓶。此时的他还信心满满，因为只要自己能够成功到达水面，就能够为同事们寻求帮助。他想着，在发生意外的第一时间，水面上的工作人员肯定也已经发现，展开救援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他还是想太多。在返回的路上，他压根就没有发现任何救援人员的迹象，不免开始担心起来。难道他们5个人就这么被抛弃了吗？克里斯托弗很失落，他可是带着所有人的希望来到这里的，却仍然没有人来接应他。没办法，现在的克里斯托弗面临的抉择就是回去和大家一起等死，还是继续前进。事后的他坦言，如果当时没有同事寄予厚望，他恐怕已经放弃了。但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坚持下去，他还是不敢停下。就这样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设法漂浮到管道中，抓住了上面的一条铁链，一边用它敲打管道，一边大声嚎叫。突然之间，他听到了砰砰砰的回应声，伴随而来的是一点点光。果然，管道顶部出现了一名穿着全身装备的潜水员，他的名字叫做罗纳德。在发现克里斯托弗之后，罗纳德立刻尝试着拉他上来，但他浑身是油，根本就拉不起来。此时克里斯托弗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他立即告诉罗纳德赶紧找人来，其余的同事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。然而对方只是答应他后续会有人下去救援的，可把克里斯托弗拉上去后，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救援人员。此时的克里斯托弗非常的震惊，他拒绝上救护车，大喊着要去救人。好心的罗纳德告诉他，自己救他也已经是违抗了命令的。原来罗纳德只是在附近潜水，听到了他们一行人的求救信号，于是不顾规定，特地来一探究竟，否则克里斯托弗肯定也活不了的。而且帕利亚公司此时告诫海岸警卫队，不要再让潜水员进入管道当中营救了。知道真相的克里斯托弗更加崩溃，他恳求现场所有装备齐全的潜水员下水救人。他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不应该抛弃他们。然而现场只有一阵沉默。5天之后，4名遇难的潜水员终于被找到了，尸体的全身沾满了油污，脸部都已经毁容，根本就无法分辨。看到亲人的惨状，遇难者家属更是悲痛欲绝。由于相关部门迟迟没有就悲剧起因提供初步报告，所以公众们一直在猜测，到底是哪来这么大的吸力把人给吸进去的？真相似乎扑朔迷离。前能源部部长凯文声称，对于舱内压力差的原因，他也没有得到解释。而帕里亚公司坚决否认管道是活动的，因此不可能通过开关、阀门或者泵来产生这种致命的真空。后来有专家猜测，在第一个塞子下面可能还有一个充气塞，2个塞子中间形成了一个空间，导致内外压力不平等，产生了压强差。不过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因为在帕里亚悲剧发生时，有一艘大型船只经过了6号泊位，会不会由此产生了一股涌向高压氧舱的浪花，淹死了那些潜水员呢？还真别说，这一理论似乎不是空穴来风。据了解，在2月25日下午2点15分左右，也就是事发的时间段，现场附近的所有船只当中，有一艘船比较特别，它是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装载石油产品的油轮，当时离6号泊位最近，而且还处于抛锚的状态。可根据这些船只的移动范围来看，并没有船只经过潜水员工作地点附近，因此这一理论还是有些牵强的。当然，许多人还是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插压，这是潜水当中最危险的状况之一，也是夺走许多专业潜水员性命的罪魁祸首。顾名思义，插压就是指压强差异，而位于深海当中的插压最为恐怖。当水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时，中间的连接处就有潜在的风险。曾经就有科学家做过实验，在海底放了一天压强调节装置，在调低压强后，等待海洋生物经过时，果然有一只螃蟹刚靠近通道附近，直接被吸了进去，而且这螃蟹被压成了一张硬纸板，所以当潜水员经过的话，也同样会有巨大的吸引力给吸进去。其实比起事故发生的原因，最惹争议的地方还是帕里亚公司的态度。尽管该公司声称在事发后立刻制定了紧急计划，但克里斯托弗坚称他们在无中生有。最关键的是，帕里亚公司和海岸警卫队没有尝试过任何救援。尽管克里斯托弗知道遇难者的大概位置，现场有装备齐全的潜水员，所有救援资源也都是可用的，而且有潜水员都已经听到了求救信号，但显然就连克里斯托弗能够上岸都已经出乎了他们的意料。在事故发生后，克里斯托弗一直有很大的压力。回想起4名遇难者的样子，他总是睡不着。在采访当中，他多次说出了"我辜负了他们"这句话。他非常痛苦，只有自己才能拯救他们，而他却没有做到。虽然自己幸存了下来，但有的时候他甚至都觉得自己不该活着。
他想不通，明明其他人都听到了求救信号，为何还要熟视无睹，任由他们牺牲？在作证时，克里斯托弗多次哽咽，他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真相，为遇难者的同事鸣不平。同时，他也指出，在事后抢救当中，帕里亚和 LMCS 公司竟然觉得他不可能会患上减压病，对他的治疗不闻不问。当时自己在病床上躺了3天，身上还都是油，根本就没有人来帮忙处理。对此，克里斯托弗表示非常无奈，自己虽然劫后余生，却连最常规的医治都没有得到。当然，帕里亚公司始终有自己的主张，他们认为发生意外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，但公司严格遵守安全策略是完全正确的，更何况他们没有提前停止救援，所以当家属提出法律赔偿时，帕里亚公司置若罔闻。其实谁都知道，在海底发生意外事故几乎是必死无疑的，我相信家属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，但就公司而言，他们可能意识到此次事故的严重性，如果派人下去救援，也许还会搭上更多的性命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还不如不救。所以在这两难的境地，公司还是选择了保守。唯一值得诟病的，应该就是针对这类事故发生后的应急预案，可能他们自己也是第一次碰到，所以救援不力就变成了无可置辩的事实。另外，在这起事故当中，关键词就是同理心，这些所谓的公司领导严重缺乏同理心，不仅对幸存者零关心，就连对遇难者家属也没有一丝的同情与安慰，到最后连份事故调查报告都不愿意公开，总是让人觉得在掩盖些什么。这样的做法换到是谁都没有办法接受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什么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